这里的门票呢是5块钱一张成人的，然后你买门票，你可以进来参观这个制作米的这整个过程。然后呢，他还送你一包米，让你回家尝一尝。这里是当地产的米，是他们这个米厂里面产的米。然后他这边还有卖一些米的周边的伴手礼，像米饼啊，这边都是现炒现做的。你可以看到他在里做那个米饼的过程，在那里炒。一盒放几包？2包。2包哈 ，OK。米饼现烤、现做、现炒的米饼，这个还比较特别，是这整个行程的亮点。不然的话，参观的话就是一个很快就走过的一个过程。你可以看到，以前人工跟现代机械化的对比。试试看它的米饼。还热热的哦，因为刚刚炒出来的。这一包是16马币，它是腰果口味的，热热的。我们刚驾了150公里，从金川来到了怡保。我们这次来吃的这个芽菜鸡呢，是叫俊仔亚洲华鸡。这家店呢，应该是本地人比较知道的一家店，因为呢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游客，而且他也没有排长队。但其实我觉得，在怡保吃的每一家芽菜鸡，我个人的认为都非常好吃，因为他们的鸡就真的是会比较嫩、比较鲜甜一点，然后他们的鸡皮也是，像我一个不怎么吃鸡皮的人，我都能在怡保吃他们的这个芽菜鸡的鸡皮，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香嫩。喜欢吃鸡脚的人一定要点他们的卤鸡脚，他们的卤鸡脚吃完过后，你的嘴巴是会有那种黏黏的胶原蛋白的感觉。太平湖原本是锡矿开采后留下的废矿湖，大概是在19世纪中期，也就是在1840年左右开始有锡矿的开采，然后经过多年慢慢的发展，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太平湖。太平呢又被称为雨城，因为它降雨量非常丰富，几乎全年都很容易下雨，所以呢整个城市经常是湿润的，所以呢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称号。这主要是因为太平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条件，它靠近山脉，而且受到季风的影响，所以湿润的空气很容易在这里凝结成雨滴，所以就会经常下雨啦。据说呢，太平有很多马来西亚最早的一些建筑，比如说它的监狱是最早的监狱之一，它的动物园也是最早开放的动物园之一，然后还有它的博物馆也是霹雳州最古老的一个博物馆之一。那个这个太平监狱现在好像还有在营业啊。它最初呢是为了关押因为锡矿开采引发的一些帮派冲突的犯人。随着时间推移呢，监狱里面呢还有印刷厂啊、面包房等等设施。监狱的对面呢有一个小型的Art Gallery，里面有卖一些里面这些囚犯人制作的一些手工艺品。
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就来到了安东咖啡厂，参观一下咖啡的制作过程，以及买一些伴手礼，喝个咖啡，就结束了我们在太平的旅行。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陈列室，介绍孙先生与他的家人在此居住时的一些故事，还有一些报章报道。这可以看到他以前留下来的这种门，雕花的门，留声机，还有他的桌子。这应该是客厅，我感觉。孙先生的故居现在已经变成咖啡厂卖小商品的地方了。这个咖啡厂它其实很小间的，而且它的咖啡制作过程还蛮简单的，就是把咖啡豆拿来用炭火、用柴火来炒，炒了过后呢，就拿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咖啡机把它打成粉。以前的咖啡制作过程不是很难，主要就是比较费人工。逛完了可以来这里吃个冰淇淋跟喝杯咖啡。其实它这个工厂主要就是展示它的咖啡产品。这个是用那个浮滴的还是这样？滴都可以，泡都可以，咖啡机都可以，喜欢。好，这个是讲我们炒豆的时候哦，把这跟焦糖什么都可以。会调吗？是不是不可思议？我们开到了这种康烹的地方。老旧烤鱼。没错，就是这家老旧烤鱼。东北的。老旧烤鱼，它在一个康烹，它在一个新村里面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吃你一惊？呀，你是不是你猜都猜不到？东北烧烤。不是，它是一个森巴烤鱼来的。那为什么叫老旧？魔鬼鱼。为什么叫老旧？这个地方你绝对想不到这是在哪里，它是在一座庙里面，2个人坐那个方桌就好。哇，这家店真的出乎我们意料。第一个出乎意料就是它的地址，竟然是在一个寺庙里面，在寺庙外面搭了一个厨房，然后它的桌子就是摆在寺庙的门口。我们在6点之前就到了这边，结果不到6点，全部的座位都坐满了人。我们点了5个菜，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都没有踩雷，而且它的烧鱼哦特别辣，它的森巴辣椒超级辣，喜欢吃辣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。然后它的魔鬼鱼是那种很大的魔鬼鱼，肉特别厚。然后出乎意料的是它的蚝蛋，它的蛋呢是直接打2粒蛋放在香蕉叶上面烧，它的蚝特别大个，很新鲜，一点都没有腥味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点的是一个高汤蒸蛤蜊，这个高汤蒸蛤蜊就是很鲜甜，蛤蜊是很新鲜的，非常大颗。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发现这周围基本上呢都是本地人，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太偏僻了，如果你不是本地人推荐的话，你是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的。这个地方真的好偏僻，旁边就是一片树林跟新村。这里是一个餐室，它这里的选择挺多的，云吞面啦，菠萝面啦，炒虾面，还有听说比较著名的是它的米泡很好吃，还有猪肉粉，还有一些小糕点、饺子。开关一下，谢谢，是这样的，对啊。我觉得这整碗米泡，因为它料很少，是一个很简单的面，但是它的猪油渣加上猪油的味道，让这个面变得很好吃，很古早味的感觉。椰丝应该是还不错，椰 coconut， 咖椰对咖椰也不错。
看你喜欢它的面包都可以。花椰牛油。麻坡这里有2家面包厂，是很古早味的面包厂。然后它这里有2家，一个叫顺发，一个叫宜山，2家赛百赛。然后我们买了一些他们这里的卡亚巴特，然后还买了一个斑斓蛋糕从顺发。这2家是比较古早味的，我还以为是一家，结果是2家。行程结束，现在我们吃了饭就要回去新加坡啦。等一下我们就过卡森，然后呢再坐巴士从卡兰基坐 MRT 回家。我是妮妮江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